美国时间10月20日，川普真的为大家带来了一份10月惊喜。当天，川普穿着围裙，系着红色领带，在宾夕法尼亚州费斯特维尔特雷沃斯的一家麦当劳柜台当起了临时工。惊喜一幕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和人群的围观。据悉，麦当劳一直是川普的最爱，而他这次到麦当劳打工，则是为了回应民主党对手卡马拉·哈里斯声称自己在80年代曾在麦当劳工作的说法。此前，哈里斯竞选团队试图以此来强调哈里斯的中产阶级背景，并与川普的亿万富翁身份形成鲜明对比。而在此次10月惊喜薯条活动中，川普则充分展现出了其亲民和接地气的形象。他在柜台前一边与顾客谈笑风生，一边饶有兴致地装着薯条为顾客们准备快乐餐。现场有超过1000名民众在街道两旁排起了长队，争相与这位麦当劳川普见面。据纽约邮报报道，一名男子向记者表示，他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另一名来自费斯特维尔的33岁美发师凯特琳·汉龙则兴奋地说，爱他或恨他，看到这一历史时刻真的很酷，我显然支持他。而当川普将2袋食物递给一位女性支持者时，他甚至激动地说，总统先生，感谢你为我们承受了一颗子弹。她的丈夫也在一旁附和道，你让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有机会见到你。川普本人也非常享受这次活动，他甚至开玩笑称，我喜欢这份工作，我会渴望再回来一次。活动尾声，川普还向现场的媒体记者和民众分发薯条，甚至还幽默地调侃道，这有点像贿赂，但只是1分钱的薯条应该没关系。最后，川普也不忘嘲讽对手，声称我现在比卡马拉都工作了15分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0月20日正好是哈里斯的60岁生日，对此川普更是大度表示，生日快乐卡马拉，我想我得给他买点花，也许买点薯条。毫无疑问，这份10月惊喜不仅让民众有了一次与川普亲密接触的机会，也为即将到来的11月选举增添了不少欢乐色彩。事实上，当天川普为大家带来的10月惊喜可不止一份。川普刚刚从麦当劳结束工作，随后就被发现坐在了匹兹堡阿克舍尔体育场的包厢里，观看全美电视直播的周日橄榄球职业比赛上半场。在一段由川普竞选团队工作人员发布的视频中，观众们看到川普出席就高喊起了美国的口号，而川普本人则在包厢里向球迷们挥手致意。据悉，这场比赛是主队钢人队对阵纽约喷气机队。本周末早些时候，川普与前钢人队球星安东尼·奥布朗和勒文·贝尔一同参加了一场竞选集会。这2位前橄榄球运动员公开对川普表示支持。而在当天的比赛前，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自己穿着钢人队球衣的人工智能生成照片，以示自己对这支球队的支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川普的到来为钢人队带来了好运，他们目前以4胜2负的战绩领先对手喷气机队。看完了川普的10月惊喜，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民主党方面的最新动态。当天，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则针对黑人男性的新广告，暗示如果他们不投票，就会被女性拒绝。视频中，一名黑人男子试图搭讪一群拿着气球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则询问了他的收入、身高和锻炼情况。男子的回答一开始似乎让他们很满意，直到有人问这名男子是否打算在11月投票，他回答道，不，这跟我没关系。结果现场所有女性都戳破了他们的气球，以示对这名黑人男子的拒绝。广告结尾还清晰地写道，投票选举日是11月5日。哈里斯·沃尔兹党派和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的理查德·哈兰尼亚在社交媒体上评论道，新的哈里斯·沃尔兹广告告诉黑人男性，如果他们不投票，女性会拒绝他们。这种说法令人难忘，也是一种自我利益的诉求。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广告感到满意，许多人认为他在侮辱和物化黑人男性。批评者指出，民主党人继续以这种方式贬低和羞辱黑人，试图施压让他们只投票给自己。卡马拉的竞选团队甚至没有尝试以尊重的方式与黑人男性沟通。过去，年轻黑人男性是民主党的可靠选民群体。不过，根据霍华德大学民意倡议的一项调查显示，
尽管总体上81%的黑人男性仍表示将投票给哈里斯，但在50岁以下的黑人男性中，这一比例却降至了68%，甚至有21%的人表示会支持川普。本月早些时候，眼见情况不妙的奥巴马也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呼吁黑人男性应该对哈里斯表现出和他竞选时一样的热情。他声称，根据我从竞选和社区得到的反馈，我们在社区中并没有看到与我竞选时相同的能量和投票率，尤其在年轻男性中，这种缺乏热情似乎更为明显。他们可能不太愿意支持一位女性总统。然而，奥巴马的这些言论不仅没有提升黑人选民对哈里斯的支持，似乎还引发了许多黑人支持者的不满，产生了反效果。同样，哈里斯现在试图通过广告传达如果你不投票给哈里斯就无法赢得女性的欢心的信息，政治正确和道德绑架意味拉满，更认为这也只会适得其反。除此之外，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本书名为《美国清算：川普的审判内幕以及我自己的》，由纽约时报特约评论员乔纳森·阿尔特撰写，将于周二，也就是10月22日正式发布。据悉，这本书详细地描述了在灾难性辩论后拜登退选的内幕，并将矛头指向了民主党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书中，阿尔特揭露了佩洛西是如何撕下民主党人的创可贴，并说服拜登退选的。他写道，让拜登改变主意的关键人物是佩洛西，他利用了与拜登40年的友谊。起初他认为拜登能度过他所说的糟糕的夜晚，但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佩洛西非常热爱众议院，他不愿看到民主党在接近夺回众议院控制权时却面临噩梦。阿尔特爆料称，在拜登辩论后的几周内，佩洛西开始通过几次对话和电话温和地劝说拜登退出竞选，但当拜登仍然要坚持参选时，佩洛西开始采取更公开的行动。阿尔特形容佩洛西是我们这个时代戴着天鹅绒手套的老板，他以非常敏感的方式操纵着美国总统让他下台。直言强硬的苍蝇会看到一场微妙的政治大师课。最终，其他民主党领导人也加入了佩洛西的行动中，促使拜登放弃了他的连任竞选。不过，阿尔特也声称，据内部人士透露，佩洛西不高兴刀上唯一的血指纹是他的。佩洛西对待自己共事40年的老同事拜登也是毫不手下留情，就更别提对待共和党对手是如何冷酷的了。而他在主导了逼宫拜登的行动之后，却又不想承担责任，这也足见其虚伪丑恶的嘴脸。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份最新预测和2份最新民调。当天，川普在国会山包的预测模型中首次超过了哈里斯，实现了黄金交叉。根据该模型的数据，截至20日，川普赢得总统大选的几率增至 52%， 而哈里斯则为 48%。 事实上，自8月下旬以来，该模型的预测就一直显示哈里斯的胜算在 54% 至 56% 之间，而川普的则在 44% 至 46% 左右。然而进入10月，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两位候选人的胜算逐渐交织，而现在川普终于实现了反超。可喜可贺，喜上加喜的是，当天2份最新的民调也显示，川普在全美范围内，就是普选票上打败了哈里斯。根据 TIPP 的民调，川普目前以 49% 的支持率领先哈里斯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 TIPP 还曾被左倾的华盛顿邮报称赞为2020年总统选举中最准确的民调机构之一，而被誉为2020年最准的民调机构阿特拉斯英特尔的民调更是显示，川普的支持率突破了50%，来到了 51%， 哈里斯则为 48%。 要知道，本世纪以来，共和党候选人在全美范围内民调领先的情况是相当罕见，因为民主党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人口大州占据着显著的优势，这是共和党人在其他红州难以弥补的差距。目前距离11月5日的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仅剩2周的时间了，川普在预测和民调上的反超无疑显示出了其强大的胜选势头。可以预见，今年川普大概率将重返白宫，
弥补其2020年时落选的遗憾。